他是一名古怪的退休考古学家，对推理破案有着一种近乎执着的偏爱。他必须在下午6点精确到秒的准时喝上一杯，然后脱光衣服扎进一旁的小河里，也有半个小时。可今天朱棣刚游到河中间，就听见河对岸传来了一声枪响。敏感的他立即意识到，一定是邻居伍德先生出了大事。他到了对岸想要去救人，却发现根本没有能爬上去的地方。于是他又急忙往回游，到家后就第一时间报了警。可是第二天他还没睡醒，就接到了警方的电话。原来出警的探员没见到人，也没在房子周边发现任何异常的情况。可朱棣看到的却是，出警的探员根本就没仔细查看整个区域，他笃定有人枪杀了伍德先生。然而女警长却认为，安全的马洛镇就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。这下倔强的朱棣来了兴致，他急忙翻箱倒柜的找出工具包，然后撑着竹竿飘向了对岸。这一次他很快找到了登陆地点，随后在花园里一番查找，他终于在草地上发现了一个弹壳，这分明就是凶手杀人留下的证据，并且长椅旁还留有一丝血迹。可伍德先生的尸体又去了哪里呢？显然一旁的小河就成了最佳的抛尸地点。于是他来到浮萍茂密的支流，又折断一根树枝，然后随手拨开水面一看，这不就是已经死去的邻居伍德先生吗？他顿时咯噔一下，却并没有慌张，而是立即打电话报了警。又趁警方赶来之前，他摊开了自己考古专用的工具包，紧接着小心翼翼地挑起弹壳，再用钢尺做好标记，然后娴熟地用手机拍照取证，又迅速地将证物还原，最后利落地收起了工具包。没过多久，警方就发现凶手竟是抵着死者前额开了枪，就好像是在进行枪决一样。而命案在小镇极为罕见，因此重任便落在了代理警长塔尼卡身上。当女警长盘问朱棣时，他饶有兴趣地说出了自己的推理：死者是在花园的长椅旁中枪，然后尸体跌进了小河，再经过一夜的漂流到了支流。Very interesting. 警长听到这里，立即提醒朱棣可不能干涉警方办案。然而他嘴上答应的痛快，可心里却早已经兴奋的开了花。回到家后，他便迫不及待的研究起了照片。这一看不要紧，怎么子弹竟然还有2战耐脆的标志啊？那边警方刚刚离开，他就立即来到了伍德先生的画廊。随后在店员的描述中，他抓到了一个有用的线索。原来伍德先生只对字画感兴趣，从来就不收藏2战时期的古董枪支，并且为人和善，从不结怨。但唯独只和一个喝醉酒的人发生过争执，那还是在小镇的帆船赛上。在场的所有人都很高兴，可拍卖行的老板却好像是喝大了，竟然无缘无故地骂伍德先生是个大骗子。 He's a fraud, he's a liar, and he's a crook. 听到这里，朱棣又兴奋的喜笑颜开了。于是下一秒，他马不停蹄地拜访了拍卖行的老板，并借口帆船赛那天对方喝醉了，在辱骂伍德先生的同时还弄脏了他的衣服，如今希望能得到干洗费用的赔偿。谁成想一提到被枪杀的死者，对方却仍旧一口咬定伍德曾经是个大骗子，因为他从客户那里骗走了数十万英镑，并且一下就猜到了朱棣的来意。 I think you're one of those busybodies, thinking yourself the amateur sleuth. 朱棣一听，索性也不装了，直接就问对方昨晚6点在什么地方。然而得到的答案却出乎意料，对方竟然在教堂的唱诗班里练习歌曲呢。现场还有30个人可以作证。说完这些，拍卖行老板就气急败坏地将朱棣请了出去。随后为了验证对方的不在场证明，他又偷偷来到了教堂。可当他翻找唱诗班人员名单时，却发现了躲在柜子里刷剧的牧师妻子贝克。朱棣干脆直接表明了来意，他怀疑拍卖行老板枪杀了画廊的伍德先生，可对方却说自己也在唱诗班，昨晚怀疑对象一直都在教堂练习啊。这时朱棣又突然产生了有同谋的想法，可贝克却认为这些与自己无关。没想到接下来朱棣的一顿骚操作，竟然改变了整个破案的进程。他机智地引用了圣经里的一段话，最终感化了事不关己的贝克。随后，贝克借着牧师要为伍德先生发表悼词的机会，请教了酷爱八卦的教区议会主席，却在无意中挖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惊天秘密。而警方这边却显得进展缓慢，唯一查出的是作案的枪支属于2战时期。时间又来到了下午6点，朱棣在泰晤士河游泳时猛然发现2个邻居常在河里打捞一些值钱的东西，他立即想到了些什么。可到了晚上，又发生了一件诡异的事。他正在专注地整理线索，却突然被砸碎玻璃的声音吓了一跳。原来不知什么人扔进来一个板砖，上面还绑着一张纸，纸上写着少管闲事2个大字。于是他急忙拨打了女警长的电话。可正当他将所有的发现与推断和盘托出时，却听到了又发生一起命案的消息。死者是一名出租车司机，而同样是额头中枪死在自家的床上。可诡异的却是，死者嘴里竟发现了一条刻有希望字样的项链。而报案的人是遛狗员苏西，他来送狗时发现了死者被枪杀，可此刻惊魂未定，苏西一时也想不到什么有用的线索了。这时好事的朱棣装作恰好经过，他又好意地将对方送回了家，因为他怀疑2起案件一定有关联，所以恳请苏西想到什么就立即与他联系。回到家后，他便马上制作了凶杀案的线索墙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2个同样对破案有着浓厚兴趣的女人找上了门。就这样，一个是闲不住的退休考古学家朱棣，另一个是不甘于相夫教子的牧师妻子贝克，还有一个是女儿不在身边的单身遛狗员苏西。由3个女人组成的马洛镇谋杀俱乐部不知不觉成立了。首先苏西想起一件事，被杀的司机在几个月前好像有一个大赚一笔的生意，可几周
周后再问及此事，却避而不谈了，给人的感觉就好像被骗了一样。紧接着是贝克，他从八卦的教区议会主席那里打听到一个消息，原来被枪杀的伍德先生以前真的搞过诈骗，对方与拍卖行老板的父亲合伙，两人一旦发现了值钱的话，而主人又不懂，就想办法骗人家根本不值钱，然后伍德先生再以白菜价收购名人字画，转手卖到伦敦就狂赚一笔，最后两人再分赃。但有时遇到名家的传世佳作，伍德先生也会自己留下来收藏。可虽然这个局是两个人一起做的，但物色大冤种却是拍卖行老板父亲的主意。如今对方已经过世，那有没有可能子承父业的拍卖行老板就是凶手呢？别忘了凶器可是一把古董枪，对方虽然有不在场证明，但至少不能与此案完全脱离干系。可那个扔板砖发出警告的人又是谁呢？这时苏西灵机一动，只要拿到拍卖行老板的字迹比一下，不就有答案了吗？于是下一秒，苏西和贝克两人来到了拍卖行，没想到警方也追查到了此处。这时老板突然想起1年前曾卖过一把古董枪，就在对方拿出来账本核对时，苏西故意被脚下的东西绊倒，弄出了巨大声响，所有人都急忙前去查看，而贝克却趁此时机对账本拍了照。随后经过朱棣的对比，他们却发现与警告的字迹并不相符。好在贝克幸运地拍到了购买人的姓名，并认出恰好此人也是唱诗班的成员，于是三人立马登门拜访。紧接着他们就开了眼，对方的屋内到处是2战时期的收藏品，可提到稀有的格鲁手枪时，却发现枪套里居然是空空如也。偏偏就在这时，全副武装的特警突然破门而入，原来警方也查到了这里。可女警长见到朱棣三人顿时都懵了，于是立即警告他们，如果再参与进来就以妨碍公务罪执行逮捕。随后在伍德先生的葬礼上，贝克偶然间发现了一个形色慌张的女人，而偏偏在吊唁簿上，朱棣发现了那个熟悉的字迹，原来砸玻璃的人竟是拍卖行老板的妻子，因为她感觉丈夫有了外遇，眼睁睁看到情敌朱棣居然还直接找到了店里，可查到家里却没有人回应，所以才一气之下扔板砖发出了警告。没想到在得知是一场误会后，她竟意外地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。原来丈夫之所以对伍德怀恨在心，是因为父亲有一幅名画，但临死前却没有留给她的丈夫，反而送给了老搭档伍德先生。虽然丈夫有一定的问题，但她坚信对方绝不会做出杀人越货的勾当。这下查案又回到了原点，想不到夜里伍德先生的家里又传来了声响。朱棣拿望远镜一看，竟发现对岸的房子里出现了灯光，他立即让两人报警，自己则划着小船驶向了对岸。原来是门玻璃被人砸碎了，他便急忙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。在黑暗之中，他果然发现了一束手电的光亮，然而紧接着就被打晕了。他醒来时，两人已经带着女警长赶到了现场。这时贝克突然发现墙上的画旁边怎么有存留的灰尘呢？此处应该有一幅更大的画刚刚被偷走了。这下朱棣突然想到，被偷的可能是那幅拍卖行老板父亲赠送的名画。随后经过一夜的思考，朱棣又来找女警长，却被门卫给拒绝了。于是他趁其不备，竟然偷偷溜进了警方办公室。此时这里正在召开破案的紧急会议。如今根据保险清单逐一核对，已经可以确定被偷的就是那幅名画。而昨晚案发时，据拍卖行老板自己说是一个人待在家里，可妻子在电影院无法证明丈夫不在场，而那个收藏爱好者被释放走后就直接离开了小镇。再根据现场取证的脚印和指纹分析，结果均不属于拍卖行老板的。至于那个项链徽章，经核查，死者与海军和希望号战舰并无关联。但如果两案是同一个凶手，那为什么第一个现场却没有发现徽章呢？ I know. Oh, how did she get here? Come on, guys, we are literally the police and we've just been broken into. 朱棣来此要说的也正是这个事，女警长无奈也只能跟着来到第一个命案现场。原来朱棣请来了擅长用磁石打捞的邻居，没过多久，他便从河水里吸上来一个徽章，上面竟然写着信仰2字。由于分别在2位死者嘴里发现了信仰和希望徽章，所以他们推断还会有一人被杀来对应仁爱徽章，因为圣经的信望爱也是共济会的座右铭。朱棣建议警方尽快查一下信徒的名单，而对于嫌疑人，女警长也排除了古董枪收藏者的作案嫌疑，因为案发时对方远在美国，况且他的房子后面有一扇形同虚设的老院门，任何人都可以潜入而偷走凶器。如今眼前的难题很是诡异，他们找到的嫌疑人居然都有不在场的证明。然而这些还不是朱棣最担心的，假如杀手是毫无关联的其他人，可如何是好呢？很快坏消息就到了，共济会名单中居然没有任何嫌疑人和死者的名字。但好消息是3人找到了新目标，正是死者葬礼上见到的那个鬼鬼祟祟的红发女，对方恰巧就是贝卡瑜伽课上的同学。而苏西也认为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个杀手，于是便立即联系了女警长。她知道红发女和丈夫一起经营着皮划艇中心，因为几年前她曾给对方遛过狗，当时一场大洪水给生意带来了严重损失，夫妻俩不得不将产业挂牌出卖。后来全镇人都伸出援手，才让他们渡过了难关。可话还没说完，3人就已经到了皮划艇中心。然而接下来的问话却大出意料，红发女居然否定了他们的所有提问。首先她不认识第一个被枪杀的伍德先生，之所以在葬礼上出现，是因为他恰好在长椅上休息了一下。而第二个被枪杀司机的名字，她更是连听都没听说过。说完这些，红发女就借口工作忙而一脸无辜地离开了。3人对此回答深表怀疑。
为了对比在第一位死者家中发现的指纹，朱棣利用遛狗员常备的狗屎袋偷走了一旁带有红发女指纹的笔记本。紧接着他们又找到了对方的丈夫，想不到接下来的问话却更加令人迷惑。丈夫丹尼一脸诚恳地表示，妻子因为艺术已经认识第一位死者很多年了，虽然两人走得不是很近，但伍德先生的死妻子还是很难过的。而第二位死者也应该见过，那是因为有一天家里的车恰好坏了，妻子为了每周的采购坐过对方的出租车。很显然，夫妻俩的回答相互矛盾，那究竟哪一位说的才是事实真相呢？他们必须想办法查清楚。好在遛狗员恰好有很多人家的钥匙，三人立即来到了第二位死者的家中，又通过贝克提供的电话号码，苏西竟然真的在座机上查到了通话记录，果然红发女在上周打过约车电话。就在这时，一旁的朱棣又发现了一封可疑的律师函，原来司机有一笔来自于邻居的遗产，而苏西立即想起，邻居的名字不就是那条狼狗原来的主人吗？原来邻居去世后不但将狗托付给了司机，而且还将名下所有财产都留给了他，这应该就是令司机高兴的原因吧。可是邻居去世2周后，一个名叫贾尔斯的律师又重新起草了一份遗嘱，而这次的唯一受益人竟成了律师本人，难怪司机感觉被骗了。于是朱棣决定要查一查这个律师贾尔斯。他们先是回到警局，要求警方验证指纹残留是否与红发女的吻合。紧接着朱棣又反客为主，请求警长吩咐属下无脑的完全配合照做。然后下一步，他们将视线转移到了新目标律师身上。贝克负责在餐馆监视，苏西则担任沿街的跟踪接力，而时机又计算的分秒不差。突然朱棣就出现在律师眼前，他先是以自己继承了姨妈的豪宅为咨询借口，顺带引出了律师篡改遗嘱的罪恶行径。没想到他一番言语竟然炸得对方是紧张不已。紧接着他又惊奇地发现，怎么律师回到办公室就粉碎了一张纸呢？此事必有蹊跷，这个律师一定与司机的命案不无关联。于是三人立马找来建筑图纸，制定了一个盗取碎纸机中文件的详尽方案。下一秒，3个乔装打扮的美女出现在律师事务所门口，随即行动立即展开。苏西和朱棣在小花园中等待信号，贝卡则到秘书处预约，然后又借口去趟卫生间，再转身溜进了2楼的茶水室。他又趁四下无人，迅速将事先准备好的面包片装进了面包机，对准上方的烟杆后，再用纸巾将面包片紧紧塞住。等一切准备就绪，他便又若无其事地回去等待。而此时外面的苏西和朱棣两人也已经到了律师办公室的窗下，很快警报就响了起来。律师跟想象的一样，指挥所有客户走到了门外。苏西便趁此时机，借助遛狗绳的帮助，艰难地爬了进去。虽然这个过程略显笨拙，但总算成功将碎纸屑偷梁换柱。偏偏就在这时，冒烟的面包机竟然被秘书发现了，而律师见势虚惊一场，便立即命所有人回去继续工作。可得手的苏西还没来得及跳窗逃走，律师就已然返回了办公室，眼看就要暴露身份。幸好贝卡用完了调虎离山，再使一招美人计，这才给桌子下的苏西赢得了逃跑的时间。就这样，三人的盗取计划有惊无险地完成了。可搞定这个复杂的拼图游戏却成了难题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朱棣又接到了女警长打来确认安全的电话。原来警方利用 GPS 查到了司机的导航线路，竟发现车子去了收藏枪支的倒霉蛋的房子，那偷枪贼便直指嫌疑人红发女。巧的是指纹分析也与死者门窗上的残留相吻合，所以女警长立即下令逮捕。听到这个消息后，3个好事者怎么能错过难得的抓凶手的机会啊？于是警车前脚刚到皮划艇中心，他们后脚就紧随其后来到了现场。然而万万没想到，红发女居然变成了第3位被枪杀者。随后从尸体的嘴里果然又发现了那枚仁爱徽章。 She's the third victim. 随后警方还在这边取证，可朱棣却独自骑着共享单车离开了现场。他立即冲进了拍卖行，上来就质问老板1个小时前在什么地方。可一旁的妻子却解释说，公司正在举办钟表拍卖会，现场的参会者都可以提供不在场证明。这时他总感觉哪里不对，怎么办公室墙上好像少了几张照片呢？然而对方马上意识到不妙，便以报警为要挟，立即下了逐客令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好转身离开。可拍卖行老板却打了一个神秘电话。回到家后，朱棣便调整了墙上的线索，然后时间一到6点，他又准时扎进了泰晤士河游泳。这时恰好一组皮划艇运动员训练划过，他立即想起照片的内容不就是皮划艇吗？拍卖行老板隐瞒这些是为了什么呢？这又和律师粉碎的那张纸有什么关联呢？他似乎想到了些什么，于是第2天便召集小伙伴们商议。因为他利用背后的图案连夜拼接好了碎纸屑，发现这竟然是一个死亡讣告，而过世的2人死亡时间是去年，可他们作为遗嘱见证人的署名却是几周前的，这说明律师伪造了文件，后来被司机发现而杀人灭口。可偏偏又极为巧合的是，女警长说案发时律师正在医院接受治疗，所以现在朱棣需要2人的帮忙。说完他就打开了姨妈房子的收藏室，想不到整个房间堆满了旧报纸，只有一小块地方摆放着他的私人物品。此时他需要验证自己的猜测，找到拍卖行老板上学时和谁一起练习皮划艇。显然此刻的工作量巨大，他们便立即展开了海底捞一般的查找。可苏西却按耐不住好奇心，居然在朱棣的物品中发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原来朱棣竟与多年前的希腊珍宝盗窃案有关，也许这就是他对自己过去避而不谈的原因吧。由此
朱棣解开了自己尘封已久的往事，原来是她的丈夫偷了考古挖掘的狩猎女神雕像，她傻乎乎竟为其撒谎提供了不在场证明，结果丈夫被成功撤销了指控。后来对方瞒着她转手就卖了一大笔钱，她虽然及时发现报了警，可丈夫却丢下她独自逃到了国外，以至于她一生都没能摆脱这个丑闻，直到她职业生涯的结束。然而说完这些，朱棣却好像生气地要求2位小伙伴立即离开，殊不知他已经找到了报纸，紧接着他撕掉了墙上的错误线索。当他看到当年对伍德先生的采访时，竟由此产生了个大胆的猜测，因为死者被杀的当天，他游泳时瞥见了岸边的蓝色皮划艇，可报纸上说伍德先生不会游泳了，所以才导致对方根本不想参与皮划艇运动。又是皮划艇，难道凶手真的是他？朱棣立即打给了拍卖行老板的妻子，居然直接就挑明对方的丈夫与3起谋杀案有关，并且还偷了伍德先生的名画，难怪妻子总觉得房子里藏了什么东西。可是现在丈夫临时起意说要去钓鱼了呀。听到此处，朱棣又立即将电话打到了律师事务所，紧接着他便得知律师已经出差第2天才能回来。此时的朱棣似乎已经猜到了结局，他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 There's going to be a fourth murder. Me. 在思索中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朱棣最终将电话打给了贝卡，要求小伙伴们今晚必须远离他居住的这所房子，就连打电话联系也不行。其实早在找到报纸时，他就已经意识到了危险，所以才装作生气让小伙伴们尽快离开。殊不知此时此刻，黑衣人已经乘坐皮划艇来到了岸边。他首先掐断了电话线，然后悄悄潜入了朱棣的房子。与此同时，苏西接到了贝卡的电话，可他正在前往机场接女儿回家的路上，听到朱棣可能有危险的消息后，便立即往回折返。另一边，警局里接到了报警电话，有人看到大桥上一个可疑人正拿着手枪逃窜，可赶来的贝卡却说朱棣有危险。女警长立马明白线报一定是凶手声东击西的小伎俩，便急忙带着小队赶往朱棣家。然而天不随人愿，警车没走多远就被狂风刮倒的大树拦住了去路。贝卡见状立即下车，又急忙冲进了恰好位于附近的教堂。他干脆割断了悬挂吊钟的绳子，然后命令一脸懵逼的牧师丈夫赶紧送给警长，自己则要来了教区议会主席家里的卡车。而苏西却因马洛镇大桥的封闭，只能将车停到了朱棣房子的河对岸，可人行渡桥却还要绕路2公里才能到达，他不得已只好改为步行前往。那边各方陷入了紧张的救援行动，可这边朱棣却很坦然，他面对举着古董枪的黑衣人，竟直接叫出了对方的名字 Hello, Danny. 这时对方也不装了，丹尼胜券在握，索性让朱棣说个痛快。原来丹尼早就想卖掉皮划艇中心发笔横财，谁成想妻子就是不肯，于是他就用对方的手机预定了司机的车，又去倒霉收藏家那里偷了古董枪。虽然妻子被杀不是他所为，但他杀了素不相识的第1位死者伍德先生，当时现场的皮划艇就是他的，所以行凶后就又突然消失了。他没有作案动机，所以警方就根本无法追查到他的头上。而实际上他是为拍卖行的老板杀人，而对方又杀了出租车司机，一箭双雕。然后是今天，律师又来到皮划艇中心，用同一把枪杀死了他的妻子。就这样，3人顺利完成了致命3角，而每个人都有不在犯罪现场的完美证明。第1位死者伍德先生被杀时，与之相关的拍卖行老板在唱诗班练习；第2位死者司机被杀时，霸占遗产的律师正在医院做手术；而第3位死者红发女被杀时，丹尼却在100公里之外做皮划艇教练。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，3人虽然几十年都未见过彼此，但是他们都曾在同一所学校读书，又都是出色的皮划艇健将。只有那个律师个子较小，可他偏偏是整个皮划艇团队的重要舵手。他们还曾在马洛镇的比赛中获奖。而35年后，3兄弟又巧合的在纪念活动中相遇。后来他们得知律师遇到了麻烦，因为司机刚好也是那所学校毕业的，并机缘巧合的拿到了同一本学校的杂志，所以发现了校友讣告的秘密，便气愤的找到律师要求恢复被篡改的遗嘱，不然就报警把他送进监狱。而后其他2人也说了自己的烦恼，所以3人一拍即合。而徽章和鲁格手枪是拍卖行老板的主意，这样就会让警方认为是同一个人所为。只可惜这所有的一切都被眼前这个火眼金睛的朱棣给揭穿了。但似乎此刻为时已晚，丹尼可没打算放过他这个大麻烦。关键时刻，朱棣抄起手中的药粉就扬了过去，紧接着他拿起铅笔扎向了来不及防备的丹尼。然而他刚要捡起掉落在地的手枪，就迅速被对方的蛮力制服了。没想到命悬一线之际，苏西及时赶到，只见一只狼狗越窗而入，然后死死咬住了丹尼握枪的左手。几乎与此同时，赶来救援的警察们也进了门。就这样，3起凶杀案的真相终于水落石出了。没过多久，警方在路上截获了去钓鱼的拍卖行老板，也在他的家中找到了失窃的名画，同时逮捕了在逃的律师。谋杀俱乐部也算是正式出道了。至此，马洛镇谋杀俱乐部第1季完结。其实朱棣痴迷破案是在为自己的过去赎罪。自从丈夫离开后，他就再也没见过对方。而苏西和贝卡2人家庭地位也得到了不容忽视的改善。此后他们还会经历怎样凶险的杀人案呢？咱们共同期待第2季的到来吧。